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飞。劳荣枝案已经过去了，谈起这个蛇蝎美人的行径，依旧十分愤怒。肢解分尸，连杀7人，震惊全国。如此丧心病狂，可他在法庭上却说不是，他就是全国闻名的劳荣枝。1974年，劳荣枝出生在江西九江。93年毕业后，在小学当小学老师。他长得是亭亭玉立，美丽大方。94年，在朋友的婚礼上，认识了大他10岁的法子英。两个人那是干柴烈火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在明知道法子英结婚有孩子的情况下，还跟他走到了一起。他辞去了老师的铁饭碗工作，跟着法子英一起来到了外地生活。他们先来到了江西南昌，每天都大手大脚的花钱。90年代初期啊，他们每天消费都高达200块钱。那时候人月工资也就这么多呀。很快钱花没了，劳荣枝开始去夜总会坐台挣钱。劳荣枝年轻漂亮又有文化，跟其他坐台女完全不同。而那个年代能去夜总会，那肯定都是有钱人。于是很快，一个男性的老板就被他吸引了。劳荣枝把他骗到了家中，法子英早就已经埋伏好了。一般这种情况，最多就是仙人跳，讹点钱就完事儿了。可法子英把熊老板揍了一顿之后，要到了他家的地址与钥匙，然后直接把他杀死了。为了处理尸体方便，还将其肢解，把尸体分别装进了3个黑塑料袋里头，扔了出去。劳荣枝和法子英拿到钥匙之后，来到了熊老板的家里头，开门进屋，直接控制住了熊老板的妻子和3岁的孩子，从家里头抢到了存折、首饰还有债券。要到存折密码之后，他们把熊老板的妻子用腰带勒死，接着又把3岁的孩子给勒死了。丧心病狂呀！那个年代，银行有密码和存折就能取钱。劳荣枝从存折里头取了9万5，首饰的物品呢卖了3万块钱。这一波两个人就赚了12万，那可是96年的12万，相当于现在的100万之上。两个人又是一顿挥霍，可是不到半年，这些钱也被他们花光了。劳荣枝从杀害熊某这个事上发现，这是一个挣大钱的好办法，于是重操旧业，继续去夜总会勾搭人去了。可这次很久都没有人上钩。就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，看到了同为坐台的女同事梁某。这个梁某竟然带着一个价值数万的欧米茄手表。哎呀，原来有钱人就在他身边呀！于是劳荣枝以租房子为由，带着法子英来到了梁某家。法子英和劳荣枝很快就控制住了梁某，然后又威胁他，叫来了另外一个看起来很有钱的女同事莎莎，将两个人控制之后，夺下了这块欧米茄手表，又要走了存折。劳荣枝到银行取出了里面的25000块钱，随即给法子英打电话过去。法子英接完电话，马上将两个人轮番勒死。杀完人之后，2人会合，拿着钱逃窜。这些钱又供他们挥霍了一段时间，钱花完了，2人继续如法炮制。他们来到了常州，劳荣枝继续去夜总会里头寻找猎物。这次上当的是刘某，可他却是唯一一名幸存者。刘某被法子英、劳荣枝控制之后，刘某的妻子来赎他。刘某妻子和法子英一顿闹啊，还把法子英给闹感动了。最终他放了刘某和刘某妻子，并对他说呀，很庆幸你有一个好老婆，你的命也是他给的，我很羡慕你啊，你的老婆能救你一命，而我的老婆却想要了我的命啊。一个杀人如麻的恶魔说这话什么意思呢？难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劳荣枝控制他做的吗？无论是不是也反映出来了，劳荣枝在他们的案犯之中处于主导的地位。刘某获救了，可他们下一个目标殷某就没有这么好的下场了。法子英和劳荣枝换了一个地方，买来狗笼和大冰箱。狗笼子是用来囚禁人质用的，大冰箱那可就是用来藏尸用的。殷某是一个建筑公司的老板，穿着人五人六的，出入声色场所，但是那也多数是为了应酬和陪客户。其实他也没有多少钱。他在运动会一转头就看到劳荣枝了，这一个回眸就被这个知性大方美丽的劳荣枝吸引了。很快他就上当了，被劳荣枝骗回家中。法子英已经准备好了一切，将他关进了狗笼子，不给钱我就撕票。殷某说出实情了，我买卖不好，并没有多少钱。法子英不信，以为他是害怕呢，是不信我会杀人呢？好，你等着。法子英说完就出去了。然后在街上看到一个找活的木匠，30来岁。法子英以家里头有活为由，把他给骗了过来，带到家中。进屋之后，当着殷某的面拿着刀是一刀致命。殷某看着小木匠倒在了血泊之中，人直接吓傻了。然后劳荣枝非常驾轻就熟的把小木匠的尸体装进了冰箱之中。不给钱，你就是同样的下场。殷某抖若塞糠，连忙给自己的媳妇儿打电话，让他筹钱。法子英开口就要30万，殷某家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。
一连好几天也没有臭起。法子英和劳荣枝可就着急了。此时他想了，算了，还是跟对付熊某一样吧，到家里头能挣多少钱就挣多少钱吧。他逼殷某说家庭地址，回手就把殷某给干掉了。法子英和劳荣枝拿到钥匙就去殷某家，可劳荣枝却犹豫了一下，好像感觉要出事，就跟法子英说：“你自己去吧。”法子英怪听话的，真就一个人去了。来到殷某家，见到了他媳妇儿。他媳妇儿现在手里头也就几万块钱。法子英在家里头搜一遍，看看有没有啥值钱的。搜完一遍一看，真啥也没有，可以说是一贫如洗。此时殷某媳妇说了：“你在家等着吧，我现在要去亲戚家借点。”法子英同意了。为啥同意呢？第一，他觉得一个女流之辈没胆子骗他；第二，还不知道自己的老公殷某已经被他害死了，他投鼠忌惮，也不敢怎么样了。就这样，殷某媳妇儿被放了出来，然后他转身就报了警。警察瞬间将法子英重重包围。法子英拿着自己的手枪跪缩在床头，与警方对峙。法子英到了此时，气焰仍旧无比嚣张，对警察说道：“我不想杀你，我举手就是一下子将你打倒。”警察看他顽固不化，向他发射了催泪弹。法子英忍受不住，冲了出来，还朝警察开枪幸好没有击中。他这被警方击中了腿部，倒在了地上。警方拎着他，将他拎上了救护车。这可真是法子英伏法，劳荣枝徒劳。但也不得不说，劳荣枝这第六感是真的准。劳荣枝得知法子英被抓之后，直接跑路了，他从此销声匿迹。另外一边呢，法子英将所有罪责全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，承认7人均是自己所杀。最终他被判处死刑，直到死他都极力保护劳荣枝，说一切与他无关。可警察也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啊。在进行了调查取证之后，发现劳荣枝案件参与程度极高，甚至有可能亲自杀过人，于是对其下达了全国通缉令。劳荣枝则更改姓名，还整了容，竟然逍遥法外了20年。直到2019年，劳荣枝在厦门，警方发现并抓捕归案。一开始大家还不知道他就是劳荣枝，是与劳荣枝的家人进行了 DNA 对比，才最终确定了他的身份。2020年，劳荣枝案开庭，庭审之中，他对所犯罪行是全盘否认，把所有罪责都堆到了法子英身上，并声称自己也是受害者。我们认为劳荣枝他是有强大的这种心理素质、高超的反侦查意识以及非凡的这种表演才能。最终一审审理后，劳荣枝因抢劫、故意杀人、绑架3罪被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2审裁定维持原判。2022年，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死刑复核。最高院认为劳荣枝主观恶性极深，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，所犯罪行和后果极其严重，死刑适当，依法应予以核准。2022年12月，最高院作出终审裁定，核准劳荣枝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18日清晨，南昌中院在检察机关监督下执行了对劳荣枝的死刑。当天的早上，劳荣枝还会见了亲人，并向被害人家属表示了歉意。本案是1990年代以来历时最长、规模最大的抢劫杀人系列案之一。无论身份如何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正义虽然可能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好了，今天关于劳荣枝案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。我是阿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